饭团们知道吗？说到当今的登月计划，除了美国有阿提米斯计划之外，中国也有载人登陆月球，甚至在月球建立长期驻人基地的打算，并且已经进行过多次的无人探测任务。这个计划就是中国的嫦娥工程。而最近也有关于嫦娥工程的新消息，那就是中国宣布他们发现了来自月球全新的矿物，并将它命名为嫦娥石。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心中会有许多好奇，例如以中国目前的太空实力，载人登月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嫦娥工程到底在做些什么呢？这集感谢 Easy 天文地科小站的燕兴跟子祥为我们撰写脚本，让我们来聊聊，比起50多年前的美国阿波罗计划，中国的登月计划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数位影音时代来临，你准备好用短影音的创意来发挥影响力吗？新北市环保局推出5R 觉醒2.0资收创意短影音甄选活动，邀请青年朋友秀出5R 创意，拍出垃圾减量、环保回收的各种样貌。报名从3月17日起到4月30日，总奖金超过9万元，快来讨拍吧！中国的太空实力虽然不是最顶尖的，但无疑是名列前茅的。只是由于起步相对美、俄晚了一些，同时中国在太空相关领域的透明度又比较低，再加上政治等等因素，让中国太空发展的相关消息好像蒙了一层面纱，鲜少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因此，在切入中国嫦娥工程的主题之前，让我们先带大家快速认识中国太空科技发展的过去跟现况吧。时间回到195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之间的太空竞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抢夺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位太空人的头衔，追逐着许多人类从未完成过的壮举。1957年10月，苏联的史波尼克1号卫星发射成功，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更给了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巨大的打击，引起从官方到民间的震惊甚至恐慌。当时刚稳定下来的中共政权，看见苏联成功的同时，也萌生了自己发射人造卫星的想法，甚至在当时喊出要在建国10周年，也就是1959年，就靠自己的技术发射1枚人造卫星这样的野望。但毕竟当时的中国连自主制造的第1枚飞弹都还没有问世，要在2年内完成火箭开发并发射卫星的目标，其实比较像是难以实现的精神口号。虽然如此，来到美苏太空竞赛最火热的1960年代，中国的太空科技发展并没有急进下来。由于中共对于军事科技的需求，又受益于留美学者归国和苏联的技术援助，飞弹与火箭的技术逐渐发展成熟。就在美国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成功隔年，中国以长征1号火箭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以及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此外，有趣的是，不同于史上第一颗卫星史波尼克1号，它只绕行了地球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坠入大气层。中国的第一颗卫星，由于是运行在几乎没有空气阻力的中地球轨道，这颗卫星至今还在绕着地球转呢。首发就可以有这样的成果，你们觉得如何呢？而近20年，中国太空发展也有很多新进展。2003年，神舟5号升空，太空人杨利伟搭着神舟太空船环绕地球14圈之后安全返回，完成中国史上首次的载人太空任务，也加入了原本只有俄罗斯跟美国的载人太空飞行俱乐部。在此之后，中国也透过长征系列火箭以及神舟太空船，持续执行了好几次的载人太空任务，最终在2022年底完成太空站天宫的建造，是世上仅有的2座现役太空站之一。而中国的太空计划也逐渐放眼到月球上。2004年，中国的月球探测计划嫦娥工程正式展开。大家可能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疑问，那就是美国跟苏联早在50几年前就进行了月球探测任务了，阿波罗11号更在1969年成功载人登月。中国现在才在进行探月任务，想要超额赶美，有什么亮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嫦娥计划预期的工程方向。大致上是前期以无人探测器探月，中期执行载人登月任务，长期则以建设月球基地，并让基地常驻太空人为目标。而目前嫦娥工程的进度正陆续进行前期的无人探测任务，而属于中期载人任务还在准备阶段。
至于载人登月的准备情况如何，我们会在后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先回到前期任务，关于无人探测器探测一颗星球的方式，其实可以分成几种，技术难度由简单到困难呢，可以分为飞掠、硬着陆、绕行、软着陆。最困难的呢，则是软着陆后采样再返回地球。在这里，软着陆是指通过减速，使飞行器在接触星球的表面时，瞬间的垂直速度降低到最小。最理想的呢是接近零的安全着陆技术。美国跟苏联从1958年就展开对月球的探测任务，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为止，两国加起来竟然尝试了足足有100次月球探测任务。到今日为止，这段时间仍然是历史上探月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这些任务的形式也包括了前面说过的各种探测方式。过程中呢，两国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失败，从火箭爆炸、火箭速度不足坠毁、探测器坠毁在月球上、探测器速度不对造成无法进入月球轨道等等呢，都是蛮常见的事情。但这段美苏争相登月的时代也造就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阿波罗11号任务。在1969年7月，让阿姆斯壮和艾德林2位太空人踏上月球表面，完成人类首次登陆外星球的重大成就。回头看中国现在的嫦娥工程，其实跟当年美苏太空竞赛时期探月任务相似的是，这一系列任务都是由一个国家从无到有探测月球，同时将目标放在未来载人登月的准备上，但时间相差了50年。如今，电脑、通讯等等各方面的技术进展，早已是当年太空竞赛时期的工程师难以想象的进步了。也因此，嫦娥工程比较不用像50年前需要靠着不断尝试、不停失败，再从失败换取经验这样的方式才能进步，而是能用更少的任务次数和更精简的预算完成任务目标。为嫦娥工程打头阵的嫦娥1、2号这2项任务，都是一次就成功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到嫦娥3号就已经软着陆月球，并让玉兔号月球车在月面上行驶，还拍下了嫦娥3号在月球表面的照片。不过，中国嫦娥工程的独特之处从接下来的任务才开始。月球啊，因为受到了地球潮汐力影响，永远都是以同一面面对地球，这个现象被称之为潮汐锁定。如果我们翻开过去登月任务的历史，就会发现所有的登月任务，不论是无人探测器，或是阿波罗计划中的每一次登陆，都是在月球面向地球的这一面进行。那到底为什么没有人或是探测器登陆过月球背面呢？难道是藏了什么外星人的基地，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答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月球背面永远看不到地球，而月球上又没有电缆或基地台将讯号传送到正面，也因此月球背面与地球根本无法通讯，所以到了月球背面，探测器收集的资料无法传回地球，地球也不能对探测器发送指令，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任务。不过嫦娥4号的目标就是要登陆在月球背面，那中国要怎么解决通讯的难题呢？中国提出的解方就是在月球后方的地月第2拉格朗日点设立一座名为鹊桥的通讯中继卫星。不过这鹊桥好像是牛郎跟织女的，这嫦娥借来用会不会引起纷争啊？拉格朗日点呢，简单来说是2个天体，例如地球跟月球，或是太阳与地球运行的空间中呢，可以找到5个位置。这5个位置由于巧妙的引力平衡，可以让卫星以极少的燃料滞留在这个地方。就像大家都知道的詹姆士韦伯太空望远镜，就是设置在太阳与地球的第2拉格朗日点，而鹊桥中继卫星则是设置在地球与月球的第2拉格朗日点。如此一来，鹊桥卫星就可以一直驻留在月球的背面运行，维持地球与月球背面嫦娥4号探测器不间断的通讯。2018年，鹊桥卫星成功抵达预定的轨道，从此让月球的背面不再是无法触及的通讯死角。同年年底，嫦娥4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玉兔2号也开始在月球背面行驶，在人类的探月历史上达成了一项全新的成就。而嫦娥工程最近一次的任务是2020年的嫦娥5号，这个任务完成了月球表面样本采样返回，带回了将近2公斤的月球岩石回到地球。这也是自1970年代之后，终于再次有月球表面的样本被送回地球。而前不久，中国科学家也从这批样本中发现全新的矿物种类，并将这种目前只有在月球上被发现的新矿物命名为开头我们提到的嫦娥石。
在嫦娥5号完成采样返回的壮举之后，探月工程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根据目前也就是2023年已知的规划，嫦娥工程的第4期将发射嫦娥6号、7号、8号3颗无人探测器。嫦娥6号原本是嫦娥5号的备份探测器，因此整体的设计与任务流程应该跟嫦娥5号大同小异。但与嫦娥5号不一样的是，嫦娥6号将飞到月球的背面进行采样，因此如果成功，这将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获得来自月球背面的月岩样本。目前呢，嫦娥6号的探测器已经基本制造完成，预计于2025年发射。嫦娥7号则将聚焦这轮探月计划中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月球南极。这个任务呢会进行2次发射，第一次预定于2024年进行，将发射鹊桥2号中继通讯卫星前往月球的轨道。与前辈鹊桥号一样，它的目的呢是为了确保未来包含嫦娥7号在内的多个任务与地球之间能够随时保持通讯。第2次任务则预期在2026年进行，将一次发射轨道器、登陆艇、探测车与飞跃器4个部分。在月球南极的永月陨石坑中呢，寻找对未来月球开发至关重要的水冰。最后说说嫦娥8号，它的初步规划与嫦娥7号类似，都是由4个部分组成。但是比起嫦娥7号的探测，嫦娥8号有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中国希望在2030年代开始建造的国际月球科研站 ILRS 打下基础。正如我们之前在阿提米斯计划那一集介绍过的，这轮的世界各国探月竞赛不只是要上去插旗子而已，而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基地，永续的利用月球资源。在无人探测之外，中国对载人登月的准备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虽然具体的细节仍然不明朗，但是中国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比长征5号更大、更强，能够承担登月任务的新火箭。比如前阵子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成就展上，就展出了下一代载人火箭长征10号，以及搭配的载人太空船与登陆艇的模型。根据目前的规划，长征10号将于2027年首飞，能够将27公吨的筹载送往月球进行登月任务。除了又大又重的登月版本，长征10号也将推出比较轻的无助推构型，能够用来将太空人与补给物资送往太空站。而且这个版本的第1节火箭将可以重复使用，角色定位应该跟现在的猎鹰9号类似。经过20年的努力，中国的探月计划顺利地走过了无人绕月、登月以及采样返回的过程，交出相当亮眼的成绩，更有多个任务正蓄势待发。再算上其他的国际计划，未来几年的月球也许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闹。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不过这边呢，我还要再多说一点，因为我想就跟之前许多提到中国的影片一样，在这集的留言区可能会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网友质疑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的事情讲得好像是其他国家的事情一样。但我想我们就实事求是，中国科学的动态跟进展，对我们来说就跟其他国家的都一样，是令人好奇而且值得了解的。我们也很喜欢跟来自各国的朋友交流，但若硬是要我们把中国的事情都当成自己的事情来说，真的很怪。就请原本打算留相关言论的朋友省点力气吧，因为我们真的每一则留言都会看，回应这类留言实在有点花时间，就为彼此都省点时间吧。最后记得订阅 Penside 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科学议题。我们下次再见。